他死在了20岁，却活了近1000年。900多年过去了，那位天才少年仍然是神一样的存在。要说中国自古以来有哪一幅画能够神奇般的统一了历代帝王和现代人的审美，那必然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是一个有关亡国之君、奸臣和天才少年的故事。你好呀，我是南希。我们今天来到浙江杭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看一幅高清复原的《千里江山图》。很难想象这样一幅鸿篇巨作出自18岁的少年郎，而这位少年在正史中几乎找不到记载，而他本人也在这幅画完成不久后英年早逝，好像他这一生就只是为了这幅画而来。他有天赋，有天底下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条件。18岁的他有的正当年纪的无畏，正是天时地利人和，才造就了这流传千古的人间至宝《千里江山图》。如今《千里江山图》深藏故宫，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出于对古画的保护，几百年来也不曾展出过几次。所以大系典藏馆里的《千里江山图》虽然只是一件复制品，却还是让我慌了神。说到《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有4个人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分别是宋徽宗、王希孟、蔡京以及乾隆皇帝。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的亡国之君，被人戏称是除了治国之外无所不能。公元1104年，徽宗设立宫廷画学，亲自选拔和培养艺术人才。而王希孟便是得到了宋徽宗的亲自传授，用半年时间创作《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整幅画有12米长，比2幅《清明上河图》加起来还要长，它竖起来有4层楼那么高。它的画布原料用的是蚕丝，所用的颜料更是堪比黄金的天然矿石。如此金贵的材料，一般的画手没个5年10年是不敢用的，可见王希孟的大胆以及徽宗的信任。18岁的少年也不藏得掖着，他将毕生所学都用在了这幅画上。青绿色调下，重峦叠嶂，烟波浩渺，山间高崖飞瀑，屋舍点缀其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长桥依势而设，与山川湖泊交相辉映。我们虽然是这样平视着看画，却有一种在高处俯瞰万里河山的感觉。这幅画作完成后，宋徽宗大为赞赏，而后将它赏给了蔡京。蔡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奸臣，但同时呢，他也在书法和艺术上颇有造诣。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千里江山图》的作者和他的创作背景，还要得益于《千里江山图》的卷尾有的蔡京写的跋文。希孟年18，这是王希孟的名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长卷中。王希孟在画完《千里江山图》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这是他的绝笔之作。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这一生就是为了完成这幅旷世奇作。相比于王希孟的英年早逝，《千里江山图》的命运则是要顽强得多。1126年，蔡京被抄家，《千里江山图》被收入南宋内府。元朝时，一位叫李普光的和尚得到了它，并在上面留下了跋文。清朝时，这幅画辗转到了乾隆皇帝的御书房。这位喜欢在名画上涂涂写写的皇帝，在卷首题诗，开篇有一句“千里江山望无垠”，所以我们现在称这幅画为《千里江山图》。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皇宫时带走了《千里江山图》，而后《千里江山图》流落民间。建国后，这幅画被寻回，从此深藏故宫，难得一见。稀世古画开卷即损，但科技使其永生。这次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科技美好生活。展馆通过数字投影、虚拟影像的运用，将传世名画立体地展现在大众面前。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我跟着光影的变化遨游其中，历史与现代，画境与现实，此刻我已分不清。我无法用震撼来形容此刻的心情，更多的是感动，是自信，是灵魂深处传来的愉悦。而我真的很想把这份触动分享给你。